西方制裁俄罗斯，英法德美后院却燃起大火，谁会先垮下竟成关键问题。欧洲人民怀念起了默克尔，敬请关注本节目。随着东欧局势逐渐崩坏，西方的制裁大棒不但没有动摇普京的决心，反而让许多厌恶西方霸权的国家们团结了起来，围绕在俄罗斯的身边，对西方发起反抗。现在，西方的内部对于是否将反俄持续下去，已经存在了巨大的分歧。特别是英法德美这几个西方顶梁柱们，为了制裁俄罗斯，甚至让自己的后院都起了大火。首先遭殃的就是英国，因为能源问题导致电力和燃气价格高涨，伦敦等地都爆发了不小的游行活动，英国首相约翰逊更是遭遇不小的信任危机，甚至面临下台的风险。特别是普京推出了卢布结算令，让英国陷入了两难境地。约翰逊本以为跟着美国可以大碗吃肉大碗喝酒，没想到却混得惨不忍睹。只能说俄罗斯这块铁板，英国你踢不动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好受，现在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勒庞已经不按套路出牌，不但在亲近俄罗斯，而且还扬言一当选就立即着手让法国退出北约。或许这也是法国民众的呼声，竟然让勒庞的支持率和马克龙只剩下微小的差距了。但是最后无论谁当选，法国内部出现的矛盾已经是非常鲜明了。如果新的法国总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法国想成为欧洲的带头大哥，也只能成为笑柄。毕竟你自己家的事情都无法处理好，还想在欧盟里指手画脚，估计也没有人愿意去听了。德国同样也出现了问题，稍微少买点俄罗斯能源，立马就遭到民众的不满，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。乌克兰又出来谴责和挖苦，德国更是出现了亲俄人士和亲乌人士走上街头，双方针锋相对，谁也说服不了对方，甚至有可能会大打出手。舒尔茨刚上台就碰到这么大一个难题，怎么处理都要埋下隐患。而美国总统拜登民众支持率跌破历史最低点，特朗普更是狂喜，不断的在公开场合嘲讽和指责拜登，双方都在为新一轮的美国大选造势。但是近期美国人民可不太满意拜登再继续装糊涂，很可能要面临逼宫。看来确实像普京所说的那样，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国根本就不能在全世界被孤立。西方试了一试，俄罗斯难不难受暂时还没看出来，英法德美谁会先垮下可能是更关键的问题。在这个时候，欧洲人民无比怀念曾经德国的领导人默克尔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觉得欧洲是在为美国背锅，而默克尔执政的时候，不但在美俄之间游刃有余，更是让欧洲人民获得了不少的利益，甚至在德国民间有巨大的呼声，请求默克尔赶快回来。他不但是调停乌俄冲突的最好人选，同时也有能力把欧洲带向更美好的明天。这场西方和俄罗斯的对抗，在短时间内肯定还会持续下去。西方是在继续跟着美国走下去，还是保持独立自主，确实是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了。